Hi， 大家好，又係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啦。美國股市同埋比特幣咧繼續被熱炒喎，有投資者更指股神巴菲特咧同市場脫節，佢冇把握呢次嘅牛市喎。究竟現在股市同埋比特幣係處於牛市嘅起步，或係已經接近頂峰並快將暴跌呢？今集我會講下不同專家嘅分析，仲有特朗普喺2025年1月上任後咧，佢對市場影響有幾大呢？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2024年12點1期嘅金銀週報。星期四公佈初申請失業金人數為224000人，較上個禮拜修正後嘅215000人增加9000人。呢個數字超出咗市場預期嘅215000人，創下一個月嚟最高嘅讀數。美國勞工部禮拜五發布一份備受關注嘅報告顯示，11月就業增長激增，增加咗聯儲局將在呢個月稍後降息嘅預期。非農就業崗位增加咗227000個。超出經濟學家嘅預期。報告亦都顯示失業率小幅上升至 4.2%， 但仍處於歷史嘅低點。聯儲局2024年最後一次會議要到12月17至18號先至舉行嘅。FedWatch 工具顯示12月減息機率為 87.1%。目前市場預測顯示2025年大約會降息2次嘅，低於聯儲局先前預測嘅4次。過去一個星期美股升勢未減。美匯指數升 0.25， 報 105.96， 道指跌268點，報 44,642 點，標指升58點，報 6,090 點，納指升541點，報 19,859 點，黃金跌21美元，報 2,633 美元，白銀升 0.8 美元，報 31.07 美元。金價喺美元上漲嘅背景下充滿壓力。世界黃金協會更指，全球黃金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上個月錄得4個月後首次資金淨流出，但無礙投資大行嘅唱好。繼高盛同埋瑞銀睇好金價明年走勢之後麥格里集團發表報告，同意由於美元走強，金價或在2025年首季陷困，但之後將延續漲勢。該行更上調價格預測，如果特朗普嘅政策導致美國財政前景惡化嘅話金價可迅速挑戰每盎司3000美元添。惠譽評級首席經濟學家 Brian Coulton 接受內門訪問時表示，如果特朗普下一任期大幅提高關稅美國 GDP 將在短期內下降 0.4 至 0.8%。若美國嘅貿易夥伴也提高呢個關稅作為回應咁 GDP 或下降達到 1.1%， 而且更為持久添。作為參考，美國去年嘅 GDP 為 27.36 萬億美元，即係如果下降 0.4% 嘅話亦相當於一年約1900億美元嘅損失。如果下降 1.1% 嘅話咁就意味住一年多過3000億美元嘅損失啦。報道指特朗普打出關稅嘅子彈最終就射中可能係美國嘅普通人。有末日博士之稱嘅經濟學家 Nouriel Roubini 認為，美國後任總統特朗普明年1月20號展開其第2個總統任期，美國通脹可能會回升 5%。Nouriel 指特朗普某些經濟政策有助推動經濟嘅增長，但不幸地好多政策可能會導致通脹回升及經濟增長放緩。佢舉例，將一啲到期嘅暫時減稅嘅措施永久化，弱化美元嘅匯價干預聯儲局嘅獨立性，逆轉氣候變化嘅政策等，都可能引致物價回升。Nouriel 認為，通脹可能由2% 升至3%、4%甚至5%，債息並會隨之而上升，由現時嘅4% 漲至6%、7%甚至8%。佢又擔心特朗普大規模遣返非法入境者恐將令美國經濟放緩，甚至陷入呢個滯脹。今年嚟比特幣價格已經升多過1倍啦，勝過環球股市。
黃金等資產喎。市場炒作比特幣有機會成為美國儲備之一，我覺得相信嘅人呢就真係傻嘅。但比特幣上個禮拜一度逼近10萬美元大關，星期三報96,000美元水平。eToro 分析師 George Gilbert 預期喺特朗普新政府上任後呢，企業同埋退休基金投資比特幣呢將變得更加容易。預計投資比特幣嘅資金呢將持續增加嘅。投資理財暢銷書《富爸爸窮爸爸》作者 Robert Kiyosaki 喺社交平台發文警告，一旦比特幣呢超過10萬美元嘅話呢，普通人同埋中產階級呢將難涉足呢個加密貨幣市場，因為到時呢將只有企業、銀行同埋主權財富基金等超級富豪才能負擔得起比特幣。Robert 指出，未來富人呢將更加富有，窮人呢就將更窮嘅。對於未來呢邊啲人會更加富有呢？佢認為呢係嗰啲持有黃金、白銀同埋比特幣嘅人。我覺得呢佢應該刪除比特幣至啱。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呢，請你訂閱，給我點讚同埋按下個鐘仔。幾年前呢，我講過呢兩隻錶。我將呢集嘅連結咧放喺圖中嘅右上角，如果你未睇過咧，歡迎你去睇下。最近咧，我又好想講呢兩隻錶。左邊咧係2024年 Patek Philippe 嘅 Cubulus 嘅入門版，右邊咧係 Mine。呢兩隻錶咧係咪好相似呢？現在咧我係訂咗 Mine，收到後咧會做條開箱片嘅，我會講下呢兩隻錶有咩咁特別。多謝大家支持。People use Bitcoin as a speculative asset, right? It's like gold. It's just like gold, only it's virtual. It's digital. People are not using it as a form of payment or as a store of value. It's highly volatile. It's not a competitor for the dollar. It's really a competitor for gold. It's 鮑威爾喺禮拜三紐約時報 Dealbook 峰會上咧發表演說時表示，比特幣咧係黃金嘅競爭對手啊，而唔係美元嘅競爭對手。人們咧將比特幣用作投機嘅資產，佢就好似黃金一樣，只係數字。佢嘅波動性好大，人們呢並沒有將其用作支付形式或價值儲存嘅手段。鮑威爾發表此番言論之後呢，迅速就喺 X 以前稱為 Twitter 上嘅加密群組中流傳，引發關於比特幣喺金融生態系統中嘅作用嘅新爭論，稱其呢可以同黃金媲美嘅投機資產，更令比特幣呢喺星期四亞洲早上升穿10萬美元。我當然呢就唔同意鮑威爾所講嘅。喺星期四，美國銀行 Michael Hartnett 表示，美國股市同埋加密貨幣呢強勁反彈，令到呢啲資產類別呢充滿泡沫，隨時會爆破。唔知大家對美股、比特幣同埋黃金有咩睇法？歡迎大家留言俾我。喺1個月前呢，黃金、白銀受到特朗普勝利嘅衝擊，我認為呢種反應呢係非理性，而且呢言過其實嘅。黃金、白銀呢喺呢個禮拜出現穩定嘅跡象，黃金已經收復咗特朗普獲勝大選後拋售期間大約一半嘅損失。儘管遭遇呢個挫折，黃金仍處於確定上升嘅趨勢中，並保持強勁嘅技術支持。目前呢，佢似乎正在進行另一個盤整階段或交易嘅區間，為其下一次上漲呢注入動力。過去1年呢，黃金牛市呢呈現出健康有序嘅發展態勢，呈現出一次又一次嘅盤整階梯式上漲嘅態勢。從左上圖顯示，當前嘅階段呢似乎遵循相同建設性嘅模式，呢個呢增強咗我嘅樂觀情緒。我仍然相信呢次盤整結束後呢，金價預計好快呢就達到3000美元嘅。左下圖顯示，白銀已趨於穩定並形成雙底形態，以兩個錘子築台為標誌，呢個係市場築底嘅常見指標。呢種潛在反轉正在一個關鍵技術嘅關頭展開。2月份建立嘅上升趨勢線同埋5月份下降趨勢線匯合，進一步強化企穩同埋築底形成嘅理由。下一個關鍵步驟呢係推動白銀突破32至33美元嘅上方阻力區，成功突破呢就應該為白銀牛市嘅恢復呢鋪平道路，將會突破35美元、45美元甚至更高。投資銀行寶盛按照傳統呢發表2025年經濟預測。頭炮咧就瞄準即將重返白宮嘅特朗普，只去全球化咧，再去首個任期只係熱身啫，下一個任期將成為主菜。直言特朗普2.0咧將摧毀美元。要留意就係特
特朗普參選時嘅政綱咧，已列明咧會保持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嘅地位。日前咧更揚言金磚國家如果試圖破壞美元主導地位咧，將有100% 懲罰性關稅事後。但有逆我者亡，霸凌氣焰。如今特朗普上台在即，除咗要大加呢個關稅，徹底改變美國與全球嘅關係，又安排馬斯克咧主持政府效率部，名為 Doge， 呢啲咧都會減少美元喺全球嘅流通，亦即將減少讓全球美元體系運作所需嘅美元。金磚國家會以黃金支持數碼貨幣進行交易，而歐洲咧又會重塑其貿易體系，增加以歐元進行呢個國際貿易，跟黃金掛鈎嘅穩定幣咧亦應運而生。我相信特朗普咧喺佢未來4年任期咧係唔會一直笑到尾嘅。散戶投資者咧喺關鍵嘅市場轉捩點嘅上邊咧，往往會犯錯嘅。佢哋經常喺市場嘅頂部咧變得過度睇升，喺市場嘅底部咧變得過度睇跌。逆向嘅投資者咧，即採取相反嘅方法，喺其他人認為絕望嘅地方咧發現機會。就如股神巴菲特所講：當別人貪婪嘅時間咧，你要感到恐懼；當別人恐懼時咧，你要貪婪。但市場咧有90% 嘅人咧都未能堅守呢個原則嘅。目前投資者認為股市仍處於大牛市，不斷吹大股市嘅泡沫，亦都唔理專家嘅警告，極之貪婪。目前中小散戶咧對黃金白銀感到悲觀，但係佢哋對情況嘅判斷咧係錯誤嘅。黃金白銀咧仍處於確定上漲嘅趨勢中，而最近美國總統大選基本面咧幾乎咧係冇改變嘅，佢只係引發咗一種情緒化嘅短暫反應。我嘅樂觀態度依然堅定，我對黃金白銀長期前景信心係冇動搖嘅。我一直講喺呢個經濟環境下，債務炸彈嘅爆破、經濟衰退、股災同埋滯脹咧，最有可能喺2024年底至2025年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㗎啦。我預計黃金白銀咧將跟隨股市先下跌，但黃金白銀嘅下跌咧只係短暫嘅，然後黃金白銀咧就進入大牛市，黃金會升上4000美元，白銀亦會升上100美元嘅。不過最後都係我嗰句，變幻才是永恆，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最後，如果大家想請我飲咖啡嘅話咧，香港嘅朋友咧可以掃描左邊嘅匯豐銀行 PayMe， 或者掃描右邊嘅支付寶。而海外嘅朋友咧可以透過 buymeacoffee.com 請我飲咖啡嘅。歡迎大家加入我個 Patreon 成為我嘅會員。如果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咧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咧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咧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